末日来临，全球异变，我和闺蜜成了稀有的幸存人类雌性。被捕获后，我被觉醒火能力的明火狮王挑走，不出1年就生下了绝佳天赋的小狮王。后来领地不断扩大，明火狮王称霸一方，我成了末日最尊贵的女人。而闺蜜跟了觉醒水能力的水鬼狮王，没多久就被其他狮王杀死，抢占领地。她再次成为俘虏，辗转几个狮群，吃尽苦头，最后被我所救。可她不但不感恩，反而嫉妒成狂，将我推下高楼。我拉着她一起赴死，重来一世，回到分配战利品的那一天。闺蜜主动投怀送抱，抱住了满脸火焰图腾的明火狮王，看着他充满恶意的笑容，我也笑了。终于能离开那个火坑了，还真有傻子往里边跳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耳边丧尸的嘶吼声传进耳朵，我一下子惊醒过来，发觉自己竟然重生到了被狮群抓住的那一天。就在这时，闺蜜江罗从我跟前迅速跑过去，朝着那个满脸和满身都布满火焰图腾的高大狮王奔去。明火狮王，选我吧，我能给你生孩子，她喊道。我一下子愣住了，这狮王的身高是他的2倍，他还真有胆量说出这样的话。在上一世，他看到这个比自己高出那么多的狮王时，害怕的不得了。当时明火狮王看过来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的就把我推了出去。现在怎么就不怕死在床上了呢？居然还主动往上贴。当和他那充满恶意的眼神对上的时候，我突然明白过来，原来他也和我一样重生了。想当初江罗跟了那只水鬼狮王之后，没过多久，他们所在的狮群就被其他狮王给吞并了。他在好几个狮群之间被辗转送去，那些狮王都把他当成玩物，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，最后还是我把他救了下来。没成想他在背地里极度的发狂，趁我没注意就把我从高楼上推了下去。重生之后，他想先下手为强，以为抢到明火狮王就能成为末日里最尊贵的女人。我在心里暗自好笑，他以为师母是那么容易当的吗？明火狮王好像对他的主动很是感兴趣，一只手把他拎起来放在自己的肩头，说道：那就他吧。江罗以前学过跳舞，身材和脸蛋确实很出众，只是不知道他的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住。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惊喜的光芒，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得意。他用唇语对我说，这种好日子本来就该是我的，现在该物归原主了。先不说他这莫名的自信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想和他争。他只看到我活得好好的，光鲜亮丽的样子，却不知道我背后的日子有多么难熬。我朝着他微微的笑了一下，既然他想跳进这个火坑，那这好日子就都让给他吧。以前我们可是最好的闺蜜，末日来临之后，他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一直靠着我才活到现在。我表面上没说什么，可不代表我不清楚他背地里搞的那些小动作。他平时总是偷偷的克扣我的食物，丧尸来的时候就让我挡在前面，还美其名曰我会空手道，能打能抗，可以自保。末日之下，所有的亲人都不在了，就只剩下我们2个，所以我才一直容忍着他。他在我的庇护下，一边享受着福利，一边又在暗中极度算计着我。现在更是想要抢走我的活命机会，想让我替他去送死。他甚至还朝着水鬼狮王示意，我还有个闺蜜宋月，身体好，能生养，水鬼狮王就选他吧。他的眼睛里透着急切，迫不及待地想让我把他曾经吃过的苦都尝一遍。早在他把我推下楼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的情谊就已经荡然无存了。我白了白眼，在水鬼狮王开口之前，我选择了他身后的2把手。我能跟着二当家吗？我问道。水鬼狮王这个家伙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长得真不怎么好看，就像个铁疙瘩似的。不过他特别讲兄弟义气，不会跟自己的手下去抢女人。他只是憨憨地问了我一句：哦，你为什么选他不选我呢？我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回答：因为二当家的体型和我比较合适。这话一出口，水鬼狮王就放声大笑起来，是觉得太大了，受不了是吧？哈哈哈，那你就跟着老二吧。那可不，要是型号不匹配的话，那可太遭罪了，这可是我的经验所得呀。水鬼狮王狮群里的二当家是新招募来的流浪强者，在这次清剿另外一个狮群的时候立了大功。他的体型因为尸变并没有膨胀的特别厉害，仅仅比正常人类高出了一点点，还不到2米，而且模样也和人类很接近，除了脸上布满紫金色的纹路之外，也不是特别吓人。尸变之后，外貌越接近人类，保留的人性就越多，智商也就越高。我以前专门研究过这些狮群里的佼佼者，
他的能力并不比其他狮王差，要不是被人算计受伤，又被其他狮群追杀致死的话，将来是很有机会称霸一方的。那种当玩物苟且偷生的日子已经过够了，男人靠不住，男丧尸就更靠不住了。这一回我要为自己开辟出一条新的生路。那些还保留着部分人性的丧尸听到我的话之后都低声笑了起来，二当家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毕竟没有哪个男人会觉得因为自己小儿被选中是件光荣的事情。他对待我很粗暴，就像扛麻袋一样，直接把我扛在了肩上。他那尖锐的爪子还把我大腿上的皮肤给划破了。闻到血腥味之后，他还变态地伸出舌头舔了一口，那触感冰凉冰凉的。我强忍着恶心的感觉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曾经比这更难以忍受的情况我都忍下来了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江罗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鄙夷和戏谑，就好像在看一个已经死了的人。也是，在他看来，我现在选择的老二还不如他当初选的那个水鬼狮王呢。反正在他眼里，我横竖都逃脱不了再次沦为俘虏的命运，也避免不了和他当初一样的悲惨下场。可惜呀，我可不会像他那么愚蠢，就他那脑子跟核桃一样大，除了依附别人活着，还能想出什么别的办法呢？这座城市原本有4个狮王，今天之后就只剩下3个了。现在这座城市被这3个狮王分别占据，分割成了3块区域，剩下的幸存者也被分成了3份，男女分开来对待。男的就成了血包和食物，女的则沦为玩物和繁衍后代的工具。进入末世已经1年多了，幸存者里的女人已经少得可怜了。老二因为我那句对他体型的扭曲理解而对我很是不满，真不知道他会怎么收拾我。他们的根据地是以前的一个5星级酒店，如今被水鬼狮王当成了盘踞的地方。我被扔在了柔软的大床上，我已经好久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床了，差点就睡过去了。那个脸上有着紫色图腾的男人，哦不，男尸，恶狠狠地压了上来。你说体型匹配是吧？那现在就来检验一下到底匹不匹配。说是匹配，他也就比那2个大块头矮了那么一点点罢了。他该有的肌肉一块不少，身高直逼2米，跟我这个1.65米的小个子可真算不上匹配。真搞不懂，都变成丧尸了，他的自尊心怎么还这么强呢？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翻着白眼，同时讨好着他，毕竟好汉不吃眼前亏嘛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比较怕疼，真的没有嫌弃你小。又听到这样的话，老二气的牙都快咬碎了，那模样就像是要把我一口吞掉。他还真的一口咬在了我的肩上。那一刻我被吓懵了，因为我一开始认定自己是要被当作繁衍工具的，所以觉得他不敢下嘴。被抓伤不会被感染，可要是被咬那肯定会变成丧尸的。2条腿的女丧尸不好找，但是2条腿的人类女人也没剩几个了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变成弱智小丧尸的时候，他却突然松开了嘴。我的肩上只留下浅浅的牙印，并没有破皮。然后他咬牙切齿，怨念满满的叫出了我的名字：宋月。都末日了，你的嘴还是这么欠啊？我好像没跟他说过我的名字啊。就算我是幸存者小队长，也不至于在狮群里这么出名吧。当我对上那双清冷感十足的眸子，看到那张禁欲系的帅脸和眼前的老二重合的时候，我像鲤鱼打挺一样猛地起身，给了他一个熊抱，感动的眼泪鼻涕一起流。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到熟人，能再次见到学长，真的好感动。你会保护我的，对吧？耳边传来男人带着嘲讽的嗤笑声。宋月，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确实有点假。他在变成丧尸之前是金融系的学长，名叫陆野，还是本市的散打冠军呢。以前我跟别人吹牛，说像陆野那种细狗，我一拳就能把他打倒，还说他看起来就不怎么样，白送给我都不要。其实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因为他拒绝了我的表白，还羞辱了我。此时此刻，我为自己曾经那副丑恶的嘴脸感到羞愧的无地自容。本来还以为自己考虑得很周全呢，谁知道选了个仇家。当人时候就已经势同水火了，现在变成丧尸，落在他手里还能有好日子过吗？不过以前没得到他，现在要是能有点什么也不亏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可实际上他特别讨厌我，哪怕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女人，他也不会要我。他戏谑地看着我那视死如归的样子，然后把我扔到了地上。我缺个保姆，希望你有点当保姆的觉悟，不然就把你当血包。这虽然伤害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。好在我已经没什么自尊了，当保姆就当保姆吧。不过在末日之前，学校里有传闻说他喜欢江罗。后来水鬼狮王死了，狮群被吞并的时候，我知道狮群里的二当家其实完全可以自己逃走的，但是他为了救江罗不惜受伤，
最后还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。以前我不明白，现在知道这个老二就是陆野，这事儿好像就说得通了。之前江罗跟着水鬼狮王的时候他没机会，现在江罗又跟了明火狮王，就更没机会了。我觉得他真是瞎了眼，居然喜欢江罗那种有心机的小绿茶。不过这样的话，我大概就多了一个说服他联手的理由。但是陆野对我很刻薄，已经到了厌恶的程度，完全把我当狗一样使唤，所以我暂时也不敢跟他套近乎。我和江罗被挑走之后，还剩下一个女人，水鬼狮王用其他的战利品把她换了过来。这个女人叫张蕊，她和我一样是学空手道的，大学的时候我们还住在同一个寝室呢。要是没有她在幸存者队伍里，我早就被江罗那个累赘给害死了。其实我选择二当家也是有这层考虑在里面的。以现在水鬼狮王比另一个狮王更强的实力来看，我跟着老二的话，他肯定还会再要一个女人的。这样一来，我和张蕊就能都待在这个狮群里，也就多了一个可靠的帮手。想当初他被分配到了第3个狮群，没过多久就被折磨死了，死后还被当成食物吃掉了。不管是出于合作的目的，还是朋友之间的情谊，我都想救他这一次。至于江罗，就让他尽情的去得意吧，等他到了狮群里，就知道日子不好过了。那明火狮王比水鬼狮王还要高出半个头呢，浑身都是精壮的肌肉，看上去倒是有8块腹肌和人鱼线，身材堪称完美，脸蛋也不难看。可是巨大的体型差会让他苦不堪言的，那可比生孩子还疼呢。而且明火狮王只保留了很少的人性，非常恶劣，他能对他好到哪里去呢？至于我为什么没有选择第3方狮王呢？因为那就是之前吞并水鬼狮王狮群的那股势力。那个狮王觉醒的能力是释放能让人麻痹的毒液，他打架全靠偷袭，既凶狠又阴险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真本事，后来也会被其他狮群给吞并掉。除了本市之外，周边还有很多狮群呢。主要是那个毒王八的长相实在是难以形容，全身都是中毒而死的那种绿色，就像发了霉的水草一样，而且还是3角脑袋绿豆眼，一身的兽性。当初张蕊在他手里没活过几天，江罗后来落在他手里的时候也是受尽了折磨。当时我们离开的时候，那个毒王八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目光阴森地笑着。他对于仅有的3个女人的分配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他早就谋划着吞并其他狮群了，得到所有的战利品是迟早的事情。上辈子确实他也得逞了，在明火狮王向外扩张势力的时候，他就趁机偷袭了水鬼狮王的狮群。但是这一次有我在，他的计划恐怕是要落空了。水鬼狮王还不算太坏，脑子比较简单，他想要繁衍后代，所以当初对江罗还不算太差。所以只要张蕊不反抗，不惹恼他，暂时就不会有生命危险。在末世的这1年多时间里，我们的自尊早就被消磨殆尽了，毕竟保命才是最重要的。张蕊那边还算幸运，他姨妈正好来串门，这才躲过一劫。水鬼狮王也算是个真男人，变成丧尸之后还保留着那么一点绅士风度。我把老二就是陆野的事情告诉了张蕊，他的表情十分复杂，他是知道我和陆野之间的恩怨的。当时我在宿舍里可是骂了他好几天呢。以前他是学长，但是现在这种情况，就算是亲哥哥也没用啊。在末日时代，人性早就消失不见了。之后我说出了毒王8不久之后会来偷袭的事情，当然我只是用一种猜测的口吻说的，到时候我们就有机会逃跑了。张蕊担心我们2个逃不出去，还是希望我能和陆野好好谈一谈。于是到了晚上，我摸到床边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就像摁猪仔一样被摁在床上。陆野变成丧尸之后变成了敏捷型的，速度快如闪电，在他面前我就像个弱不禁风的小鸡。怎么想试试看匹不匹配？我被他按着后脖梗，只能翻着白眼说，那倒没有，我就想问你想不想得到江罗。脸朝下的我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他的语气里带着些戏谑，接着说，我一听有希望，赶忙说道，那毒王八近期可能会来偷袭，你可以来个将计就计，等拿下毒王八的狮群扩充势力之后，再去吞并明火狮王的领地，这样就能把江罗抢回来。而且就你这好胜心，肯定不会甘心一直当个2把手吧。他掐着我的脖子使了使劲，你再说一次小试试。好吧，我举手表示投降，口误，你考虑考虑呗。他突然凑近，冰冷的气息扑在我的脖梗上，你想得到什么？以前是想得到他，现在就想保命。你得到江罗和地位，我得到庇护和自由，怎么样？在你的狮群范围内能够畅通无阻，绝对安全，这要求不过分吧？陆野压得更用力了，你就没有更大一点的野心？我怕他咬我，
一个劲儿地摇头，不敢，能勉强活下去就已经是最大的愿望了。他起身离开，声音听起来有些冷淡，那就如你所愿。没想到他这么容易就被说服了，对毒王八的事情竟然一点都没有怀疑，这正好省得我解释了，总不能说我是重生过来的吧。在同一个城市里，江罗的事情并不难知晓，狮群是有专门的情报员和信息渠道的。听说明火狮王特别喜欢他，回去之后这些天他就没下过床，才1个多月的时间他就已经怀孕了，比我当初还早了一点。我不禁感叹他那强大的意志力，以前还以为他吃不了苦呢，现在才知道他是真能吃苦啊。他只看到我生下孩子后母凭子贵，却不知道这仅仅是痛苦的开端。想当初我和他一样，每天都在遭受痛苦与折磨，一直到孕后期，明火狮王才收敛了一些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被肚子里的孩子折磨得不成样子了，只要再经受一点摧残，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。小狮王的成长需要大量的营养，这是身为人类的我所无法提供的。我每天都会被逼迫着吃下各种动物或者同类的生肉、血包来提供营养。孩子的成长对我来说是巨大的痛苦，那远超普通孩子的体型，几乎要把我的肚皮撑破，肚皮上全是吓人的经络。我甚至能感觉到孩子锋利的指甲在里面不停地试探，随时都可能破肚而出。后来好不容易生下这个半人半尸的孩子，在缺医少药的末世里，我经历了1个多月反复的感染发烧，要不是血包里有个医生，在有限的条件下给我打点滴用药，估计生完孩子我就会因为感染死掉了。江罗还以为跟着明火狮王就能比我过得好，太天真了。就算有命熬到生完孩子，他以为好日子就来了。不，真正的地狱模式才刚刚开始呢。他想要的地位都是用鲜血和泪水换来的，收获多少就得付出多少嘛。他现在所经历的痛苦不会比我当初少。江罗怀孕这件事对张蕊的影响比较大，和人类生下的孩子有几率觉醒更厉害的异能天赋，这就意味着整个狮群都能提升一个层次。现在这3个狮群只是表面上和睦，随时都有可能互相吞并。明火狮王有后代了，水鬼狮王着急要孩子，张蕊的日子可不好过。那个2米多高，浑身腱子肉的大块头，能轻易的把人撕成2半，他1米7的身高也顶不住啊。而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因为接下来压力就到我这边了。得知鹿野到现在都还没碰过我，水鬼狮王就给他施压，现在女人可是稀罕物，你不用就别浪费，留给其他兄弟。鹿野眼神冰冷，一把将我拽进怀里，摆出一副护犊子的模样。谁说我不用？这种弱小的家伙，我怕他死了，只是先养着罢了。他可真是够记仇的。被扔到床上的时候，他冷冷地问我，你是想跟我睡，还是想跟别的丧尸睡？自己选。这还用选吗？那些丑得要命的丧尸哪能跟他比呢？如果非要选的话，我当然是选择他了。看到我手指向他，他嘲讽地笑了一下，单手解着衬衫扣子，一步一步地朝我逼近。只有在没别的路可走的时候，你才会选我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他都没有给过我选择的机会啊。后来他逼着我道了一整晚的歉，让我推翻之前说他是细狗不行之类的话。他应该是变成丧尸之后变得很强了吧。我只敢在心里悄悄嘀咕，可不敢明说。从那以后也没有其他丧尸再惦记我了。有的必有失嘛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吃亏，反正能跟男神睡，我可不觉得自己亏。终于到了毒王8行动的那天，他借口捕获了新的幸存者，前来要和水鬼狮王结盟。上一世那大块头的脑子比花生米大不了多少，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个计谋，被毒王8在血包上下毒，麻痹之后脑袋就被活生生拧掉了。这一次不知道鹿野有没有跟水鬼狮王沟通，总之他不可能毫无防备。我和张蕊已经准备好逃跑了，毕竟不知道谁会赢，先保证自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在前面打起来的时候，我骑着加满油的机车，带着他把油门踩到底，跑得像风一样快。在空无一人的横江大桥上，一辆红色机车像红色闪电一样追了上来，红色头盔下是一双清冷禁欲的眼睛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看到了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鹿野。我下意识地对他竖起了中指，然后加速超过了他。我发誓，这真的是下意识的反应。以前有人超车的时候，我都是这么干的。当然，我这么解释的时候，鹿野根本就不听。我和张蕊又被抓了回去。好消息是，水鬼狮王虽然死了，但是鹿野杀掉了毒王8，成为了2个狮群的狮王。坏消息是，他现在更加讨厌我了，总是在那种时候捏着我的脖子问我，你很喜欢竖中指，
喜欢，下次还敢。虽然他不是个东西，但至少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过一点了。这也不是不能忍受，毕竟他身上有那种白月光的光环，我觉得自己挺赚的。接下来陆野打算去攻打明火狮王，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把江罗夺回来吧。不得不说，我有点酸溜溜的，但也不亏，毕竟都跟他有过一腿了。就算江罗回来，也只能捡我剩下的。但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，当初毒王八和水鬼狮王打架，两败俱伤，险胜的毒王八也只能逃跑去休养生息。现在他们虽然轻松拿下了毒王八，实力有所增长，可明火狮王的实力更强。我曾经跟着明火狮王3年，很清楚他的实力，现在去攻打他不值得冒险。我知道你很着急，但是你先别急，现在扩充一下实力吧。现在明火狮王正忙着到处扩充领地呢，哪像他是个恋爱脑。陆野挑了挑眉毛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就同意了，就这么轻易的把江罗先放下了。我还以为他会不顾一切的杀过去呢。在拼命扩充实力的那几个月里，我跟着他四处奔波，他很小心，没有让我怀孕。虽然不能为了江罗守身如玉，但他坚守着最后的底线。没过多久，就传来江罗生下小狮王的消息。那也是个天赋很不错的小家伙，听说他比我当初还要惨，不是顺利生产的，而是被孩子活生生的划破了肚皮。多亏那边有个医生在，及时救治，不然他肯定死定了。但是来不及用麻药，直接生缝，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陆野得知消息后，心情变得十分沉重，这个大猪蹄子不开心了。我安慰他说，还剩下最后一个大狮群了，我们赶在明火狮王之前把它吞并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找你的江罗了。他白了我一眼，就带着狮群出去忙活了，还真是心急如焚啊！吞并其他狮群，收服那些有能力的小头目是需要实力和时间的。陆野身上增添了许多伤口，但也变得愈发强悍。我和张蕊成了后勤人员，趁机搜集了不少食物和药品，到时候就算要离开，在陆野的管辖范围内，我们也能过得很舒坦。至于和江罗之间的恩怨，我是想整死他来着，可陆野喜欢他呀，要是我把他弄死了，他肯定也会要了我的命，这可不划算。最新消息是，在我们吞并附近最后一个狮群的时候，江罗生命力极其顽强地活了下来，但迎接他的可不是苦尽甘来的好日子，而是坠入更深的地狱。狮群需要更多强大的战斗力作为繁衍工具，他根本没有休息的时候，3年抱2都是奢望，他得1年一个高频率生产。明火狮王忙着扩张领地的时候，他那些厉害的手下就会代替他执行这个任务，不管孩子的父亲是谁，只要能成为狮群力量的存在就行。所以江罗在生完孩子刚恢复过来，就又陷入了生2胎的循环之中，而且孩子的父亲只要是强者，谁都可以。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明白自己当初的选择有多愚蠢。他曾经看到的光鲜亮丽都是用血泪堆积起来的，但他并不觉得自己的选择有错，只怪那只水鬼狮王太笨，这么快就被人干掉了。不过不得不说，跟着水鬼狮王的那几个月，是他末日之后过得最舒服的时光。最让他难受的，大概就是他如今深陷地狱，而我却没有像他所想的那样悲惨。我没有成为各个狮群的战利品，也没有遭受他曾经遭受过的痛苦，他更没有机会看到我跪在他脚下，祈求救赎和施舍的模样。我成了另一个强大狮群的二当家，出谋划策，靠着实力在末世打出了名号。我没有卑微可怜的活着，这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折磨。在清扫完附近最后的狮群之后，和明火狮王的交锋在所难免。休整期间，我帮陆野擦拭着那些会自行愈合的伤口，心情很是复杂。我已经准备好逃跑了，看着他和江罗幸福快乐，我可做不到，所以还是眼不见为净吧，不杀江罗，这是我对他的白月光最后的容忍。那天晚上，陆野抱着我说，等拿下最后一个狮群，你给我生个孩子吧。我迷迷糊糊的，都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了，反正后来被吓得做了一整晚的噩梦。两方势力终究还是交上手了。明火狮王拥有克制其他狮王的火能力，他的火焰能够烧死丧尸，这是他很大的优势。他曾经烧过一座城才来到这里盘踞，但我跟过他那么久，知道他的弱点。他的脖子又白又细，曾经我不小心用指甲划破了他的脖颈，被他狠狠收拾了一顿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不敢碰了。明火狮王操控火焰，远程的时候无敌，一旦被拉近了距离，他就不行了。空长了那么大的个头，其实他很菜的，根本就不会什么拳脚功夫。而陆野正好可以利用自己手上功夫和速度快的优势去攻击他的要害。
只要轻轻一拧，就能摘下一颗狮王的脑袋。明火狮王知道自己的短板，所以每次他都躲在狮群后面放火，身边还有几个高大的保镖保护着，防止被偷袭。即便知道他的短板和弱点，这个任务的难度依然很高。陆野目光坚毅地踏入狮群，我没办法阻止他奔向别人的脚步，心里有点难受。张蕊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安慰，眼神里满是同情。都末日了，我还像个舔狗一样，确实挺可怜的。高楼之上，我俯瞰着下方的密密麻麻相互撕咬的狮群，眼睛搜寻着那道熟悉的身影。我一边看着他在狮群里一点点朝着明火狮王所在之处靠近，一边通过耳机给他指示位置。依照我规划好的路线，他避开了许多障碍，悄无声息地绕到了敌人的后方，随后如同一道白色闪电般出现在明火狮王的头顶，一下子就使出绞杀的招式，把对方的脑袋取了下来。没了狮王的操控，狮群瞬间乱作一团。鹿野发出了令人胆寒的怒吼，让所有的丧尸都低下头表示臣服。他成为了最后的王者。那些还不服气的小喽啰，打一顿让他们服气就好，这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我和张蕊忙着收拢物资，清点幸存者的数量。不得不说，明火狮王是真的很富有，他拥有的资源足够我享用一辈子了。到时候自己种种菜，养养鸡鸭鹅之类的，小日子不就舒舒服服的过起来了。对了，那个医生我是一定要带走的，以后要是有个小病小痛的，就不用发愁了。找到医生之后，我看到了江罗，他整个人狼狈不堪，面容憔悴，身上满是血迹。在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他的眼中充满了浓烈的恨意。宋月，凭什么？为什么命运的天平每次都倾向你？凭什么呀？我示意两个丧尸把他抬走，他想要的得不到，我想得到的也得不到，命运到底偏向谁了呢？我满不在乎地看了他一眼，你不如问问自己配不配得到命运的眷顾。给你一手好牌都能打得稀巴烂，你落得这样的下场是咎由自取，你就该受着。是他永远都不懂得知足，不知道感恩，还心思歹毒。哪怕他不把我当朋友，就像张蕊那样真诚的合作，互相帮助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境地。江罗到现在都不知悔改，一路上不停地叫骂宋月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会比我好过的。我哭了，不是被他骂哭的，而是因为不甘心。该死的，陆野居然喜欢这种人而不喜欢我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我让丧尸把江罗送到陆野那里，然后带着张蕊收拾东西离开，还带走了那个医生，选了南边的一块区域，那里有个农场，很适合生活。过了几天，我们修整好之后，就开始整理土地，准备种菜，圈养家禽的地方也围好了。医生叫陈瑞，是个白白净净的1.8米大帅哥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，有他在，我们做事的效率提高了不少。陆野果然是个没良心的，都走了这么些天了，他连问都没问过一句。江罗回去之后，我这个工具人就被他抛到脑后了呗。郁闷了几天之后，我也慢慢想通了，人事有别，我和他不合适，但没想到他会突然和江罗一起找过来。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停在了农场门口，江罗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裙，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狼狈模样。虽然表面上看着没什么问题，但他的本质已经坏透了。他靠近陆野，笑得别有深意，看吧，我就说他已经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了。虽然他在乱咬人，但我不想解释，他们不也在一起了吗？我现在是自由身，和陆野连个正经的名分都没有，我和谁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烦躁地皱起眉头，这是我的地盘，陆野，你不会言而无信吧？带着你的女人滚远点，我看到他就恶心。江罗脸色一变，声音也不再伪装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要不是陆野庇护你，你早就成了其他狮王的玩物了，你得意什么？我淡定地回怼他，也不知道是谁被玩得不成样子，让人抬出去的，我可只跟你男人睡过。他的脸都气得发绿了，我心里别提多畅快了。陆野没有吭声，只是眉头越皱越紧。张蕊和陈瑞在一旁也不敢出声，毕竟在这个时候，人类还是得看丧尸的脸色行事。陆野看向陈瑞的眼神充满不善，你扔下我就是为了他？我愈发烦躁了，拜托，你都成狮王了，难道还想三妻四妾呀？你家江罗会不高兴的，我的事你管得着吗？他看向眼神里满是期盼和柔情的江罗，厌恶地把视线移开了，接着又问我就问你，是不是要跟他在一起？我一下子来了脾气，是。他脸色一沉，冷笑一声后走到陈瑞跟前，掐住了他的脖子，现在你的男人就要死了，你跟我回去，我就放过他。陈瑞满脸都写着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张蕊也很不好受，他和陈瑞才刚刚互生情愫呢。
看到江罗紧张的表情，我那犯贱的劲儿又上来了，果断的点点头，回就回。江罗气得快要冒烟了，一路上眼睛就像钉子一样，恨不得在我身上扎出洞来。我朝着他嘻嘻一笑，看我干什么？是他要我回去的，你要是有意见就找他去啊。江罗却冷哼一声，没敢说话，真是个胆小鬼。回到住的地方后，陆野把江罗丢在一边，带着我回到之前住的房间，像撒气似的折腾我。宋月，以前你就讨厌我，现在看到我这个样子就更讨厌了，对吧？你选谁都不会选我，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差劲吗？我就是不甘心，都已经不是人了，我也不想再做人事，这辈子我都不会放你走。我听着觉得不对劲儿，不是，什么叫我讨厌你呀？不是你讨厌我吗？我说喜欢你的时候，你说我是垃圾，不配，而且你喜欢江罗，为了他才想要称霸天下，现在跟我在这里装什么深情啊？他揪着我的衣领把我拽起来，一脸疑惑地问，从一开始你就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呢？江罗不是你最好的闺蜜吗？你什么时候说过喜欢我？我又什么时候说过你不配了？我拼命扩张领地是因为你想要安稳的生活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把他丢给我自己跑了又是什么意思？还有你和那个陈瑞，我脑子里突然像划过一道闪电，一下子恍然大悟。好啊，江罗那个坏女人竟然还算计我。在末世之前，我在广播里向陆野告白，说完之后兴奋地出去找他要答复。是江罗拿着他的手信过来说，陆野说我这种垃圾不配。那上面的字迹确实和陆野的很像，当时我特别信任江罗，根本就没有怀疑过。这种事让我在全校面前丢尽了脸，那次告白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勇气，所以根本不敢去质问陆野。后来我在背后说陆野坏话，还被他当场听到了，我俩就这么结仇了。再后来学校里流言蜚语都说陆野喜欢江罗，作为闺蜜我就彻底断了对陆野的念头。谁知道这一切都是江罗那个坏东西在颠倒黑白。我问陆野，你让江罗传过话吗？他挑了挑眉毛，他告诉我你告白是真心话大冒险输了，我让他转告你，可以是真的。那他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我咬牙切齿地说，他说你说我是垃圾，不配，还让我以后离你远点。陆野的表情十分精彩，能看出来他很想杀人。他又揪住陈瑞不放，那你和陈瑞是怎么回事？我如实回答，他是医生啊，你又用不着他，我带着他是以防万一。再说了，陈瑞和张蕊是一对，你可别乱点鸳鸯谱。陆野松了口气，突然起身往外面走去。我急忙跟上去问，你去干什么？他一脸阴森地说，去找江罗算账，是他告诉我你和陈瑞私奔了。好啊，一次又一次的在背后捅我刀子是吧？我非掐死他这个坏东西不可。结果找了一圈，发现江罗跑了，陆野满世界的找他，他要是不出这口气，肯定不会罢休。我骂他是胆小鬼，回到卧室的时候，发现他竟然变成丧尸站在屋里，正朝着我冷笑呢。看他脸上蓝白色的图腾，应该是偷了水鬼狮王的尸精吃下去了。每个觉醒异能的丧尸身体里都有一颗尸精，直接吞下去风险很大，搞不好就会爆体而亡。不得不说他很幸运，怎么好事都让他赶上了呢？他面色凶狠地扑了过来，宋月，你去死吧！这一次他又把我从窗户推了下去，我也没忘拉着他一起，那就一起死吧，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。我手里的匕首还捅了他几下，这可是我早就想对他干的事了，可惜没造成多大的伤害。他愣了一下，很快反应过来，张狂的大笑，好啊，你也重生了，但这一次我已经是丧尸了，死不了，你就安心去死吧。我会和陆野在末世一直相守，你永远都别想跟我争。他的身体像水一样变得透明，可以融入任何东西，这样就不会被摔死。我气坏了，还是输了，真不甘心啊。看着我绝望的表情，江罗脸上的恶意更加浓烈了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上一世陆也是为了救我才死的，他爱的人是我。我冷笑一声，拆穿他的谎言，拜托，他之所以冒险去救你出来，只是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你能不能别整天幻想啊？当初水鬼狮王的狮群被夺王八吞并的时候，陆也冒险受伤去救江罗，只是因为他曾经和我关系好得不得了。那时候我和陆也因为江罗一直互相误会，心里只有怨恨，但他还是没有对我的朋友不管不顾。还好，这一次误会终于解开了，如果还能再重来一次的话，我肯定先把江罗这个白眼狼给解决掉。可惜老天不会再给我第二次机会了，不过他已经把最好的路也给了我。一道银色闪电瞬间而至，卷起的旋风把江罗给掀飞了，陆也抱着我稳稳地落在地上，眼里满是后怕。江罗眼睛里充满怨毒，变成一团水雾扑了过来，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。死什么死？
他就是个绣花枕头。陆野一拳就把他打回原形，我顺势一个抱摔，把他摔倒在地。江罗掏出水果刀刺过来，我抓住他的手腕一扭，反手就给了他一刀，然后勒住他的脖子，在他满眼惊恐的时候，用力把他的脖子拧断。我和他之间的所有恩怨就在这一刻彻底了结。陆野看了咽了口唾沫，我承认我是个弱鸡，打不过你，希望我们以后能和平相处。我相信我们以后会和平相处的。